是够了！黑羽组织怎么会有你这个白痴？谁白吃了？我每次吃东西都给钱了。今早吃的糖葫芦就是我花了100两买的。100两？那糖葫芦是用金子做的吗？你怎么知道？那个人说了，他做糖葫芦的锅就是金子做的，所以味道都特别一些。大人真厉害，连这个都知道。瑶瑶，你是月字诀头号杀手，可不可以不要一出门就被骗？谁骗我了？去把这个人解决掉，记住，下手干净利落些，不要露出破绽。好，我杀完人去买点吃的，很快就回来。不出意外的话，那个丫头一定会出意外的。那个是黑羽，是黑羽的杀手。山姜、桂皮、青黛，还有什么来着？青羽大人要的卤料方子。停手！是我。青羽大人，你来了。你的任务又失败了。没有失败，目标自己走去官府投案了。你的任务是取他的人头拿赏金，不是劝他向善从良的。可那悬赏令是官府出的呀。可是我们没有赏金啊！街市上的半仙说了，影子被人踩了会倒霉，严重的还会死于非命。大人，我刚才踩了你影子，你要小心，不要死于非命。这次又花了多少银子？50两。你知道吗？就连你们这毫不节制的花钱方式，尤其是你，我们黑羽已经入不敷出，连你们的餐食都快供不出了。啊？不是有江湖榜吗？我去接几个任务，赚银子给你。上一次的任务，悬赏金500两的目标，你为什么不下手？他说他是个好人，还给我看他家孩子穿的破裤子。听着，瑶瑶，黑羽经营不善，今日正式解散。这些银子算是你的遣散费，足够在远郊买套小院，种点瓜果。凭你那一身蛮力，大人是想让我用这些银子做本钱，学习经营，赚钱帮你重开黑羽吗？不，算我求你，千万别！你就安分分做个普通人，平凡度日，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若说没有一点不舍，那是假的。只是杀手这条险路，终究不该是他的归宿。离开这里，他应该会有更好的去处吧。姑娘，你在我醉香楼门前做什么呀？我师兄说这里赚钱很快，这里悬赏令很多吗？悬赏令？来钱快，的确是。怎么，姑娘很缺钱吗？缺钱就考虑来我们醉香楼吧，以你的姿色，定能成为头牌。真的吗？在这里，我也能成为头牌杀手。那我要来，我要来！姑娘啊，既进了我这醉香楼，可就不能再板着张脸了，得笑，得让人家高兴，明白吗？他们高兴了会给银子吗？那是自然，只要你乖乖听话，伺候好客人，取悦了他们，一次这个数5两银子。若有贵客打赏，另算。凭你这模样，当头牌花魁都不是难事。如何取悦他们？帮他们杀人可以吗？哎呦喂，瞧你这冷冰冰的小模样，没想到还挺会说笑话呢。哎呦，黄老爷，您今儿怎么得空过来了？早有这样的角色，也早就天天来捧场了。请场，爷一会儿要在这里招待一位贵客。是，这就办。各位爷对不住，今日醉香楼被这位爷包下了，各位的酒钱算我的，还请诸位行个方便，明日请早。这样算是取悦你了吗？能拿5两银子吗？
别说5两，就是500两也不在话下。那给我吧。你想不想赚更多银子？说吧，要杀谁？小姑娘还挺会说笑，我不是让你杀人，我是让你诛心的。一会儿会来个大人物，只要你把他伺候好，金银珠宝、荣华富贵都是唾手可得。怎么伺候？就像这样吗？一会儿就这样伺候那位大爷，明白了吗？快，都麻利点儿！这人是习武之人。切记，定要伺候好那位大人。少主，您请用茶。且慢。可你说有密函，需要亲自交给我。是。本我知道。哎，留步！既然已经来了，不妨稍作歇息，来杯水酒，听听小曲儿，也算体察民情，不是？这位爷，我们醉香楼的姑娘可是京城一绝，包您乐不思蜀。你看我，像是沉眠声色的人。那你也得给钱。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你倒是聪明。可惜，我对风尘女子没兴趣。妈妈说1次5两，你给多了。你去哪儿？我得先取悦你，才能诛心。我对你没兴趣，你还是留着取悦其他男人吧。有刺客，保护三皇子！你们小心，本宫命你们自保为上。你们是何人指使？将死之人何必多问？你只需知道，你的人头值10万两雪花银。殿下！他的人头真的值10万两。挖他心脏多少银子呀？也有10万两吗？什么挖他心脏？我没让你行刺三皇子啊！你又是何人？黑羽，月自诀杀手。什么？黑羽？黑羽？完了！我的仕途彻底完了！你这醉香楼怎么竟混进了刺客，还有个黑羽的杀手啊！我也不知道啊。哼，没想到鼎鼎大名的黑羽，竟也做了朝廷的走狗，真是耻辱！今日便让我黑白珠3煞鬼来会会你这黑羽最高等级的杀手。黑煞，朱砂，你的剑！黑羽与我煞鬼门素无冤仇，你为何要下此杀手？是你们先动手的呀！真以为我们毫无准备吗？今日谁也别想活！殿下，快走！混账！我岂能丢下你们？
10万两，你的人头现在归我了。姑娘且慢，你若肯放过殿下，我们愿出15万两。杀手准则第1条，忠诚于雇主，不可因利背信。第2条，不可杀害同行。咦，我好像刚才已经违反第2条了。18万两，不行，这是原则问题。虽然用着不顺手，但筷子割头太慢了，还是用这个吧。等一下，你即便杀了我也拿不到赏金，指派任务的人已经被你杀了，你去哪里领那5万两？姑娘，你看，如今知情人都死光了，你杀了我们也无人付账。不如这样，您护送我们殿下回宫，只要替安全抵18万两白银，即刻奉上，分文不少。不行，我是杀只会杀人，不会保护人。那不算我雇佣你去杀那些想杀我的人，这样你还是在做杀人的买卖，如何？那你得给我下一个悬赏令。我现在就写。名字写背面，再按上手印。好了，这样我就能安心杀刺客，让你回宫了。可您不是说不能杀同行吗？那就在他们自报家门之前杀掉。可是姑娘，现在大门被反锁，我等皆已受伤，内力不济，恐怕难以破门。好深厚的内力，这功力，我师门中怕是修炼50年的师叔祖也能难以达到。你们不走吗？走啊，拿18万。你们先在此处躲藏，我带追风回去。回宫后，立刻派人来接应你们。殿下，您的安危要紧，不必管我们。有这位姑娘在，您一定无恙。属下如今只会拖累您。少废话，有你在，关键时刻还能替我挡一挡。殿下教训的是属下学艺不精，若赤火在此，所以赤火训你时，你就该往死里练。切记，不可伤及无辜百姓。你的影子被许多人踩过，会死于非命的。得快些走，在你遭难之前，我得拿到那18万两。不出来吗？再不出来，恐怕你们就没机会了。这么弱，也出来当杀手？你就不能留个活口，审问一下幕后指使吗？啊，那个太难了，我没学过留活口。有好多人正朝这边来。喂，你，对方人多，不敢了吗？不是，他们没有杀气，不是来杀你的。三殿下，
微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我的侍卫还困在醉香楼，速派人接应，治伤，要快！记住，用最好的药。遵命。这位是黑羽月子。说出去，就别想拿赏金了。这位姑娘的衣衫，看着好像是醉香楼的样式。对，我就在醉香楼取悦男人，还有诛心，我是头牌。啊？能看出来。此事不可大张旗鼓，速我们回宫。是，微臣明白。原来，一向避世不近女色的三皇子是喜欢这样的。拿下，留活口。天爷呀！你们这是做什么？你也想吃他吐司里的包子？拿银子买不行吗？明抢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呀？若不是青羽大人不让我对给我银子的人出手，你这种没道德礼节的人真的可以杀了。你要杀我这个素未谋面之人，难道就道德了吗？青羽大人说了，被下悬赏令的都不是好人，但是也有例外。我就碰到过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是好人。他说他是好人就是了，那我也说我是好人啊？可你不像好人呐。殿下，并未搜出任何兵刃。光天化日欺压百姓，你们老人家是在下唐突了，稍后必当加倍奉偿，万望保重贵体。你惹的事儿也来说两句。太难吃了，以后别做了。得罪了，方才纯属误会，多有冒犯，还请您海涵。殿下，情势紧急，属下只寻得这几辆旧车，委屈您先上车，速回宫。记得派人接应我那些手下，他们伤重，耽误不得。是。难怪土麾下皆愿以死效忠，他确实仁厚。若非有五皇子，这东宫之位怕是非他莫属。你是不是傻的呀？你说我傻？你是不是傻的呀？你说我傻？殿下。还有，以后别抢人包子了，实在太丢人了。发病了？别怕，我几位师兄偶尔也这样，勒晕便好了。不必，殿下缓一缓就好。真奇怪，怎么得这病的人这么多呀？我师兄有，青羽大人偶尔也会犯，连你也是。这病莫非传染？一定是因为你！都怪姓黄的，非要我出宫接密函，回宫之后定要治他们的罪。发现什么了？信鸽。该不会是往宫里传信的吧？看这个方向，像……你把那鸽子抓来看看。抓不到吗？你怎么回事？又抢包子，又抢信鸽，是不是有点太无耻了呀？难怪会被人下悬赏令。殿下，您怎么憔悴成这样？追风，我如何交代你的？怎么才出宫一日，就将殿下累成这般状样？不怪他，属下这就辞去锦衣卫之职，回来给您当侍卫。你安心。殿下，您的手怎么了？可是受伤了。啊！参见皇子妃。让他滚！给我18万两。姑娘，18万两虽非巨款，但殿下素来俭整，府中虚实凑不出这许多现银，容我们还请您小住2日下，可否？啊！可我还要回醉香楼赚银子呢。醉香楼赚银子，无妨，只要殿下喜欢。闭嘴！她不是风尘女子。
朱弟兄误会了，这位姑娘武艺高强，今日救殿下于危难，是特来领赏的。此处不便细说，不如先回府再议。行，姑娘想必也饿了，皇子府别的不敢说，厨子倒是极好的。过来一起吃吧。殿下，这不合礼数，您先用膳，稍后属下自会带姑娘去下人房。你们也一起。你倒守规矩，我还以为你早吃上了。追风说，若我先动筷子，你就不给银子了。你身上有伤，坐下吃。殿下万万不可！瑶瑶姑娘姑且算是侍妾，与您同席尚可，但滚出去！这就饱了。本宫还以为你能吃下一头牛，才不喝问口。有毒。有毒？你怎么早说？怎么不等我毒发身亡了再说？哦，那我下次等你毒发身亡了再说。不会的，殿下的审视都用银针验过，更有内侍试菜，怎会有毒？姑娘怕是误判了。傻子从不说谎。查！一次次要取我的性命，如今竟敢在宫中下策，给我彻查！掘地3尺也要把人揪出来！姑娘当真确定菜中有毒，可能指出是哪一道？大多都有毒。都有毒，绝对不可能。姑娘是不是误判了？我常替师兄试毒，从不出错。什么？你到底是……嘘，此事殿下自会与你分说，命他们送去内廷司，仔细查验。有事就说。启禀殿下，蓝昭仪求见。他来做什么？已经是昭仪了，怎么还来招惹殿下？非得让殿下对他念念不忘，他才甘心。罢了，请昭仪孙在府门外相见。不知廉耻，你去跟着殿下。我不去，我伤势未愈，护驾不离。瑶瑶姑娘，可想再多赚些银两？君泽哥哥安然无恙就好。按昭仪，昭仪身份尊贵，实不该夜访皇子府邸，还请回吧。我明白，只是听闻殿下遇刺，心中焦虑，特备了上好的金疮药。多谢昭仪受爱，府中伤药充足，深宫耳目众多，昭仪还请自重。陛下从不将我放在心上，6宫妃嫔也视我如无物。这深宫之中，唯有你。不要说了，路既然是自己选的，就该承受后果。何尝是我自己选的？我也是身不由己。好个身不由己！你若不愿意，父皇绝不会逼迫你。你如何身不由己？我也是身不由己。好个身不由己！你若不愿意，父皇绝不会逼迫你。你如何身不由己？那你呢？迟迟不肯决断，你又是为什么？如果你早点向我爹提亲，算了，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你已经是昭仪了，理当自重，不要。算了，昭仪请回吧，今后不要再来了。养心殿才是昭仪该去之处。求殿下收下此物便好。这位是……你打扮成这样是要做什么？虽妆容俗艳，却难掩清丽，尤其是眉眼间的冷傲，绝非俗人。殿下久去不归，妾身挂念的紧。今夜不是答应要宿在你房中。你念完了，我还能领赏银吗？既要演就演得像些。昭仪请回吧，我这位新宠不习惯这般装扮。你怎么这么沉啊？回去了。
18万！追风，取银子来，让他走。殿下有何吩咐？你一个锦衣卫，不去殿前值守，整日在本王府里转悠什么？回殿下，皇上听闻您遇刺，特命属下护卫数日再回。给我18万两！让他走，万万不可！殿下，瑶瑶姑娘武功卓绝，更能辨识毒物，留在身边必有大用。那给你做妻室如何？你留着吧。属下又没人刺杀，用不着如此厉害的护卫。殿下，瑶瑶姑娘心智如孩童，只要加以教化，定您所用。属下跟说的好了，只要暴露身份就扣银子。你们在说什么呀？属下的意思是，瑶瑶姑娘留任护卫，蓝衣也可安心回宫当值，不必日日往府里跑，岂不两全？我不愿意。姑娘不想赚银子了，殿下每月给你100两俸银，怎么样？还没醉香楼赚得多。我要回醉香楼。醉香楼已被我查封了，又是刺客又是杀手，我不封父皇也会封的。瑶瑶姑娘，殿下这儿虽然俸禄少了点，但稳定啊，吃皇粮的肯定不像民间组织说散就散，而且这里膳食好呀，宫外可没有这么好的膳食。如今差事难寻，我不同意。殿下身边有追风一个废物就够了，不需要再来一个。你倒也不用那么直接吧？除非赢过我，否则我绝不认你。你要我杀了你？是赢我，你杀我干嘛？比武，点到为止。况且你也未必有那本事。你要我杀了你？是赢我，你杀我干嘛？比武，点到为止。况且你也未必有那本事。可恶，同是习武之人，怎么我就这么差劲？好深厚的内力，暗器，你是唐门的人，善辨毒，精暗器，一定是唐门弟子。刀剑无眼，不如试试拳屌。不用就还给我，扔了干嘛？那可是贡品珍贵的很，要拿出去拿。哼，不愧是锦衣卫，略胜一筹。不是我略胜一筹，是瑶瑶姑娘无法出手。为何无法出手？因为瑶瑶姑娘出手，必是死招。殿下，恕属下冒昧一问，瑶瑶姑娘究竟是什么人？什么？黑羽月字诀？再大点声，最好传进父皇耳中。既然如此，请殿下下令，立即处置他。您封王在即，此事至关重要，断不可惹出事端。暗害救命恩人，非君子所为。那就暗中送走，就当从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行，这岂不是纵虎归山？可若不送走，黑羽少了个月子诀的人，会善罢甘休吗？那你入宫的话，那个青羽不会找你吗？黑羽散了，因为没钱给我们吃饭，不得不解散。都怪我花钱如流水，青羽大人才会经营不下去。所以你筹银两是想给青羽大人重振黑羽？我算过了，100万两够1年开销，只要我节俭些，定能让黑羽经营下去。他莫非是你爹？青羽大人原来是我爹！不，我是在问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爹。你上一个悬赏任务是什么？杀人啊！成功了吗？我让他自己去官府投案了，但青羽大人说这样不算。再上一个呢？上一个说他是好人，还给我看他家孩子的破裤。再上一个！说我武功太高，杀他不公，他要练几年武功再让我杀。这石头，你从哪儿得来的？那里还有好几个呢。追风，是火，暗羽石。这是暗羽石，有人在府中传递消息。殿下，这颜料非同寻常，臣在锦衣卫的案卷中见过类似的记载。这是一种特制的墨料，遇水不化，但遇火会消散。传完消息销毁，神不知鬼不觉。瑶瑶说后园还有不少这样的石头，蓝大人
你是锦衣卫，进出方便些。这些时日，你要暗中搜查宫中各处，记住，切勿打草惊蛇。你暗中盯紧所有能接近后园的下人，发现异动立即来报。记得，也不要打草惊蛇。属下遵命。也不知这石头是向何处传递的。进门的地方就有呀，就在我们昨日下马车的地方。那时你就发现了。殿下，臣恳请您务必留下瑶瑶姑娘，有她在您身边，属下才能安心在锦衣卫效力。是的，殿下，请您让瑶瑶姑娘为您的贴身护卫。啊，护卫？那我不干。杀手可以，护卫不行，这是我的原则。方才是我说错了，是暗卫。暗卫与护卫有何不同？暗卫是暗杀，这个卫是为何，意思就是你为何要暗杀我，是一种被杀之人绝望的呐喊。哦，就是银子太少了。100两还少，赤火每月也不过150两俸银，你不要得寸进尺。那你让他当暗卫。这样如何？你帮殿下杀死一个杀手，格外赏你5两银子，杀10个就有50两了，如何？醉香楼一个客人5两，但还得先取悦。你们这儿不用取悦吧？不用，你想怎么杀就怎么杀。行，那我今日起就是暗卫了。但是，本宫还是要与你立些规矩的。第一条就是不许对任何人提起你是黑羽月自觉杀手，否则扣20两。啊！但只要你1个月不提，就格外有20两赏钱。哦，你真当本宫这里是印银票的？这也太多了。嘘，这2日，殿下就把那18万两银票先给你，算是定钱，如何？殿下就把那18万两银票先给你，算是定钱。今日我亲自监工，让小厨房做了几道吃食，我盯得紧，保证绝对不会有毒。你先吃。不是吧？又是有毒？这糕点无毒？菜有毒，糕点无毒，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位姑娘真是好本事啊！放肆！你竟敢擅闯本王皇子府，未免有点太过猖狂了。我奉皇上之命前来调查您中毒一事，微臣自然可以不必通报。至于为何无人发现我的行踪，就要怪您府中的侍卫太过无能。这么多年了，殿下身边还是禁养些不中用。小姑娘，你这变毒的本事是跟谁学的？师承何处啊？这个还用学吗？那你总该有师傅吧？报，锦衣卫赤火求见。快传！看到了吗？这才是皇家侍卫该有的规矩。看来改日我真得向父皇进言，好好整顿一下宫里的规矩了，免得有些人越发不知尊卑。属下赤火参见君泽殿下。起来吧。司命大人，我早已言明，瑶瑶姑娘乃是空文大师的关门弟子，您再三盘问，是不相信我了？在下岂敢质疑锦衣卫大人，不过是循例问几句罢了。毕竟从未听闻空文大师精通毒术一道。大人又是如何断定殿下膳食有毒的？银针验过，内侍也试过，皆无异样。你是如何得知的？自然是内廷司那帮酒囊饭柴查不出究竟，又怕担责色，才求到我血滴子头上。在司大人眼中，是不是整个宫里除了血滴子都是无用之人？那为什么血滴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给黑羽，还因此成了江湖笑柄？朝廷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司命大人，我若是您，要么闭关死命练武，要么就闭嘴。怎么这些专干暗火的人都爱往头发里藏东西？殿下不是想知道如何验出这毒吗？单靠寻常银针自然不行。此毒名为幻心，乃是慢性气毒，能于无息间祸乱心神，勾魂摄魄。中毒者表面与平常无异，内里却会日渐心智迷失，最终沦为他人掌中傀儡，任其摆布。三殿下，您还是抽空去血滴子一趟，查验一下，看看这毒已侵入几分了吧？如何祸乱心神？难道是跟蛊差不多吗？哼，那可差远了。这是我血影司之秘，怎可随意告诉外人？可是，这毒真的太医也验不出吗？太医院那帮废！此毒乃我血滴子毒难秘制，
破解之法自然也只有我血滴子知晓。只是此毒乃我血滴子毒难秘制，破解之法自然也只有我血滴子知晓。只是这银针验毒，毒素愈浓，污痕透流便愈久。方才污痕转瞬一逝，剂量微乎其微。这位姑娘，你的本领未免高强的有些过。对呀，我就是高强的过分了呀。既是你血滴子独门秘毒，又怎会遗失？是黑羽，定是黑羽专门制毒的幽自诀偷走了血滴子的秘法。幽自诀才看不上呢。你怎么会知道？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呀。确实比你那个好。吃完我被控制着练了3日子。你中过幽自诀的毒，却能安然无恙。疼了好久呢。抗过幽自诀的毒，才有资格挑战影自诀。影自诀精于剑术，流派繁杂，你挑战他们图什么？因为我厉害呀。所以你是赢了，还是输了？赢了呀，这还能输？影自诀高手如云，你怎么可能赢？怎么不可能？你赢不了吗？怎么不可能？你赢不了吗？我怎么可能赢不了？那你还问？你那么喜欢挑战，不如来血影司挑战我们血滴子。你们又不强，我挑战你们干嘛？看来江湖上人人都知道血滴子是黑羽的手下败将。哎，司大人，你们血滴子好像没什么人去挑战吧？废话，我血滴子身在宫禁重地，就算有想来挑战之人，也是无法靠近的。所以司大人才这么清闲呢，才有空在我府里来去自如。微臣是奉了皇命才……少废话！你敢在武帝府中也这般来去自如吗？恐怕他绝不会让你活着在这废话。司大人，我皇子府戒备虽不如武帝府上森严，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撒野的地方。下次再来，还请按规矩通传。司命大人，殿下的话应该领命才是。是，微臣遵命。还有，父皇命你查的是下毒之事，你就专心去查，眼睛最好从我的人身上挪开。有那闲工夫，不如好好操练你的血滴子，免得次次败给黑羽，丢尽朝廷颜面。是，微臣知道，微臣定会好好调查下毒之事，早日向陛下复明。若无他事，微臣告退。唉，这家伙太难缠了，我差点没拦住，总算把他糊弄走了。看来我们日后行事需更加谨慎才行。黑羽是不给你饭吃吗？怎么吃这么多？给饭，但是不好吃。我这儿每日都有吃食，不必如此。你只要记住，万不可透露你是黑羽杀手这件事。以后再遇到那个人，绕着走。绕着走也有银子吗？给你1两。坏了，忘了那个黄老爷，还有醉香楼的老板娘，他们可是知道瑶瑶身份的。黄老爷和醉香楼的老板娘，他们知道瑶瑶的身份，我这就去把他们请过来，绝不能让司命抢先。你坐下。什么？问不出来？是，大人。无论属下如何威逼利诱，那黄老板和醉香楼的老板娘都一口咬定毫不知情，只说那姑娘是临时招来后厨帮工的，其余的一概不知。废物！那就上刑！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嘴硬，还是血滴子的刑具硬。人已经被君泽殿下保下了，是皇上亲下的旨意，说是无罪释放。我们再审，可就是抗旨了。去这个地方找到这个人。此人是……人人都说空文大师归隐山林，踪迹全无，可偏偏2年前被我安插在江湖的眼线发现了蛛丝马迹。赤火以为搬出空文大师我就奈何不了他了，我偏要让他知道血滴子的手段比他锦衣卫强过100倍。是，属下即刻去办。殿下果真神机妙算，不过2日竟做得这般周全。也不算周全，只是他2人确实不知情。醉香楼的老板娘贪图便宜，辞翠火不进。那黄老爷的侄儿是朝中难得的清正之人，我实在不忍他受此牵连，便连夜进宫向父皇陈情，求得了赦免。殿下仁厚，但是殿下所中之毒，唯有血滴子能验查分明。属下只怕那司信会趁机刁难，折辱殿下。算了，大不了不验了。哼，反正司命也不会好好为我解毒，
八成就是想拿捏我。万万不可！殿下，此毒诡异，拖延下去只怕贻误时机，后果不堪设想。若是你，你去看司命那嘴脸。我可以验，我可以验。需要准备什么？银针还是特制的药水？你尽管说。准备银子5两。我的安危就值5两。成交。这毒要怎么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属下什么都没看见。毒素侵入了2、3分，再过30、50日，身体就会排清，不结也行。混账东西！你岂有此理！他刚才骂谁混账啊？是你还是我啊？你在那儿做什么？喊那么大声做什么？吓我一跳！到底是谁吓谁？你吊在床顶做什么？我还以为见鬼了呢！杀人啊！那个位置最好，是最安全的位置了。那我呢？我岂不是一命呜呼了？那关我什么事？我只管杀人，你死不死与我何干啊？对了，你要是死了，头能给我吗？说不定能去领赏。追风！殿下有何吩咐？他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安排厢房了吗？是安排了，可瑶瑶姑娘不肯去，太远。有杀手的话，来不及。那也不能吊在我床顶上，差点吓死我。以后不许吊在上面，否则扣你银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杀你？你好麻烦。瑶瑶姑娘若执意守夜，属下这就取被褥来，您委屈一晚，歇在地上可好？不许脱，否则扣你银子。穿衣服怎么睡啊？你真麻烦。殿下，近几日所用食材都在这里了。除了这些素食外，荤食多为每日现宰，除鹿肉、熊掌等珍馐是由御膳房统一调拨的，其余皆饲养于府内禽舍，每日都有专人检查禽畜。按理说不该有纰漏。那你所见，下毒之人会从何处入手？属下虽已将全部厨具更换一新，但仍怀疑是这些器具有问题。若毒在锅具，那每道菜肴都应该带毒。但诡异的地方，有毒与否竟随机出现的，毫无规律可循，这说不通。那问题必是出在这些瓜果蔬菜之上。下毒者若将毒下在某一瓜果，甚至某片菜叶之中，既可避人耳目，又能让人防不胜防。此推论确在情理之中，可是我们无法一一查验，那种奇特的验毒溶剂，只有司命手中才有，不是吗？是，要是能有其他法子验毒便好了。瑶瑶，想不想赚更多银子？只要你帮我们找出这些菜里哪些有毒，找出一样，本宫就给你1两银子。不干。啊！你连银子都不赚了？说好今日给的18万两还没影呢，还有前日的10两，昨日的8两、7两，还是12两，反正都没给，我不干。18万两还没结清，你不是说早就准备妥了？原本是备下了，可开销太多，您答应了醉香楼改营酒楼，赔偿和加上瑶瑶姑娘打坏的一大笔支出，还有诊治那些重伤的弟兄药材，开销也是不菲。赏金从府中汲取，这些银两拨出去，
便不够支付瑶瑶姑娘的了。那就快去内务府支取啊！这些开销难道不都该算在宫中的公账上吗？去过了，殿下您是知晓，内务府如今是九皇子的亲信，咱们去支银子，他们有100个理由推我拖延。原来你们没钱啊！没钱还敢下悬赏令？若不是你将醉香楼砸成那样，何至于赔老板娘那么多钱？那我也赔一些。既然你诚心弥补，本宫若执意不收，反倒辜负你一番心意了。5万两够不够？大概是不够的，但是不够的就由本皇子补上吧。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府中现银还有多少？大概8万两。还有，你昨日用的那些闪石，也是价值不菲。确实是，黑羽从没吃过。你来说，那么贵吗？1万两够不够？那2万两？够了，差不多了，不要太过分啊！殿下，属下可什么都没说。太好了，我还担心要3万两呢。你还欠我11万两，1文都不能少了。3万两，看眼下的情形，内务府那边怕是难。殿下，您要去哪儿？去二哥府上借银子。我不去。二哥，我不去，那些大人太可怕了，我不去。二皇砸点下，弄八缺，借图资，捞扯锁八门呗啊！那我也不去。泽儿，快救救我！说了别叫我泽儿。老扯背，免礼免礼。撒谎造秦，不必多言。你是想请二皇子去造剑处详细解说这图纸？锤！本宫明白了，你先回去，本宫来劝二哥。老扯鞋，大人客气了。泽儿。说了别叫这个。殿下，态度好点儿，别忘了咱们是来借钱的。好伤心啊！我最疼爱的弟弟，连乳名都不让叫了。二哥，这个我会。他又要做什么？我取悦你了吗？想取悦人的话，至少该笑一笑吧。哇，现在我开心多了！真的？哇，好开心啊！喜欢？这个贵不贵？我喝了这么多，要付多少银子？在我这儿喝茶不要钱，若连吃饭和茶点都要钱，也太损皇子的颜面了。所以你专程过来，只是为了借银子？只要内务府的款项批下来，我必定第一时间还你。原来我的好弟弟3个月不来探望兄长一次，登门只是为了银钱呀！二殿下明鉴，我家殿下近来屡遭暗算，在外有刺客，在内有细作，饮食中都被下了鬼毒。若查不出根源，只怕日夜难安。这才……瑶瑶姑娘，留下吃顿便饭可好？不收钱。泽儿，我这儿小厨房缺些上好食材，可否让你府上的人送些过来？你府中人手未免太少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稍迟一些，我让赤火给你挑几个好的侍卫来当差。你这大门4场的，看着让人担心。府中下人越少，才越安全。这机关做的真妙，我能过去瞧瞧吗？
吃叶片耶。二哥，你差人取我府中的食材，是不是也有验毒之法了？你既然疑心器件有毒，那就用我府上的餐具盛装，先验菜是否有毒，然后再验餐具。稍后我会命下人将你府上的食材分组编号，先分甲乙2大组，再将甲乙2大组继续分割，明白了吧？这样逐层分割查验，很快就能锁定毒源，既不用让瑶瑶吃那么多瓜果蔬菜，也为你省下一笔银子。你回去之后，餐具也依据这个方法查验就好。哪个方法？难道你们是怕我不够吃，才都不动筷子吗？你们不吃，我也不吃。属下就先回。追风侍卫，一起吃些吧。这菜如何呀？不好吃，但能吃。瑶瑶，想喝哪碗？君慈殿下，我喝什么都可以。尝尝这个。难吃，还有毒。难吃，还有毒。是什么有毒？鸡汤还是骨汤？我只是觉得有些对不起瑶瑶，因为这是副料。饲料？他们竟将毒下在了饲料之中！不是下，是种的。种的？这地里还能长出幻心毒？毒水浇灌，或是嫁接，是一种极难察觉的方法。毒素会天衣无缝地溶于作物中，难以察觉，更难以追究。那你能不能找到是其中哪一种作物被动了手脚？那你给我多少银子？二哥让你尝饲料，你不但不生气，连1文钱都没跟他要。我虽然也是让你尝饲料，但泽儿会和你一起尝的，毕竟我也陪你喝了一口饲料汤呢。我给银子50两，二哥借我5万两。查案处处都需要打点，哪一样不要银子？泽儿，你如此毫无节制的用银子，终有一日会为你招来大祸。对，不节制会闯大祸的，你皇子府会倒闭的。我们追风！我们追风，就是因为不知节制，挥金如土，才连娶媳妇的本钱都没有。追风那点俸禄也能挥金如土吗？能的，君慈殿下，属下能的，属下借银子也要挥霍。是这样啊，不过这件事的确不许你贴补银子。毒害皇子用的还是血滴子丢失的秘方，父皇下令血滴子与锦衣卫同时查案，你猜这两方哪一方会更着急破案？追风，去找赤火。是。那个二哥，实在惭愧，制作那些机关也是巨款，如今我府上的现银也不过寥寥数百两了。什么？你先不要急，虽然没有3万两现银，但倒有个价值5万两的情报。是什么？悬赏令吗？不，是关于九弟的。岂有此理！他竟敢如此明目张胆，胆大包天！殿下，这又是跟谁置气呢？哦，这个家国要搬走了。什么？举国迁徙？这么突然的吗？是国库，国库要被搬空了。九弟，他竟用粪车偷库运国库里的旧物出去变卖。九皇子？不可能啊！皇上一直对九皇子恩宠一宝无数，何至于去碰那些登记在册的旧物？岂不是很容易被查出来？二哥得到的消息已经查证过了，绝无纰漏。二皇子大门不出，二门不盖，就算有人告密，也不会告给他。这事怕是有诈。殿下，您可不能落入陷阱。我相信二哥。他终究是我弟弟，我不能看他一错再错。不要声张，你们一会儿跟我去劫他的粪车。偷运东西出宫的办法那么多，非选个最恶心的，
还得他们去接。你干嘛？我也去那个国库搬点东西。装了国库的东西，你那11万两即刻抵销。殿下，这边更快。这边风景好，那个方向不能去啊！为何？为何殿下您不清楚吗？那边是皇上的后宫，我们过去不太好。那边也是父皇的后宫，左右都是走这边。奴婢叩见三皇子殿下。蓝昭仪犯了什么错？你家主子要这样责罚他？回殿下，昭仪偷盗宫中财物，偷盗乃是后宫大忌，嘉贵人没把你送进慎刑院已是恩典。依本宫看，你定要跪到天明，才能显回国之意。是，殿下教训的是，妾身定会撑着这身子跪到天明。他们现在搬来好多小箱子，我们什么时候起家？我们是来捉贼的，不是来做贼的。他们出宫之后也不能抢吗？这不比找军司皇子借银子快吗？等他们出宫，我就把他们都杀了，然后你们抢了粪车就跑，怎么样？我们是来捉贼的，不是来做贼的。等他们出宫，我就把他们都杀了，然后你们抢了粪车就跑，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警告你别乱来。君哲来了，立马禀报。好，有个人跑了，他可能是偷了东西逃跑的。我们拿走他偷的东西，再把罪名嫁祸给他，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能去吗？不能，否则扣你银子。没钱还那么挑剔，真是烦人。偷东西，哼，分明是去通风报号的。九皇子，东西我们都装好了，可以运出去了。那走吧，都给本宫小心着点，别被人发现，否则这罪名本宫可担待不起。动手！你去。啊什么？快去！参见。你好大的狗胆，敢拦本宫的车驾！那我能不能拦啊？夜深霜露重，九弟亲自押送粪车，真是勤勉。可要小心脚下，不要失足才好。皇兄关切，弟弟心领了。慢着，九弟，为兄府上近日失窃，丢了些小物件，正好收到密报，称赃物就藏于你这车中。皇帝是否能将这公桶打开，让为兄查验一番？不能。我说不能！混账！谁教你的规矩？敢如此和皇兄说话！是你拦我在先，我为何不敢？秦公公来了，这么晚了，您怎么会来这儿？皇上听闻两位皇子深夜在宫中争执，特命奴才前来传旨。哦，我与九弟在此相遇不过半炷香的时间，秦公公就已得了消息，便赶来传旨了。看来这个前去通报之人能未卜先知啊！二位殿下，先消消气，容奴才传旨吧。皇上口谕，你们两个逆子，大半夜的不睡觉，闹什么闹？立刻都给朕滚到上书房来！是，儿臣遵旨。殿下，您这木板车是非推不可吗？当然，这可是关键证物。说吧，大半夜的闹什么？父皇问三哥吧。说吧，宫人夜半来禀，你们是闹出了多大的事？
儿臣也不明白，只是觉得皇子深夜推粪车出宫，实在有损天家威严，便来劝了几句。不知这种小事为何会惊动父皇？父皇，他刚才分明诬陷儿臣偷东西，说儿臣偷了他府上的物件。哼，偷东西？你们谁听见我说偷东西了？九弟，皇兄原本不想说破，但现在不得不说了，是因为近日市井流言四起，说国库空虚，边军粮草不济，所以父皇才下旨让皇子美业用粪车偷运宫中之物变卖以充盈国库。不可能，我根本没变卖任何东西。为兄当然信，可架不住有居心叵测之徒造谣生事啊，甚至还说边境即将失守，现在京中人心惶惶，百姓不安呢。我看居心叵测之徒就是你，五哥在边境奋战，你就放出这种谣言让百姓不安，你混账东西！君则是你长兄，你胡乱揣测，目无兄长，自己惹出动摇国本的谣言，还想怪到你三哥身上，下一步你想干什么？造反吗？还是帮你那军功赫赫的五哥造反呢？儿臣不敢，五哥也不敢，是儿臣失言，请父皇明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儿臣愿用性命担保，九弟和五弟绝无此意，尤其是九弟，他生性单纯，绝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儿臣相信九弟深夜运送宫中之物必有缘由，还请父皇明察秋毫。好，朕给你机会，说吧。父皇明鉴，这些是儿臣向各宫娘娘募捐的首饰绢帕，儿臣深夜以公统为掩饰，只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各宫娘娘所捐赠的物品都记录在案，儿臣从未售卖，只怕是有人居心叵测，离间咱们父子。九弟所言极是，还请父皇彻查到底，否则九弟这惊喜做得如此隐秘，怎会走漏风声呢？不如这样，改为拍卖盛会，所得银两一样用来赈灾。你就是想抢功，惺惺作态。九弟，你误会了，这件事还是由你来办，也算是将功补过。我何过之有？父皇，若为您准备寿礼成了过，那是不是？够了，这等小事也值得你二人争辩半天。来人，将今夜来报信的那个奴才拖出去重打20大板，逐出宫门，永不录用。君哲，你说这件事，朕还要不要继续调查？儿臣以为此事到此结束。秦公公，明日将这些原样送还各宫。朕的国库还没空虚到要嫔妃卖家当的地步。儿臣知错，为表心意，儿臣愿捐出皇爷爷所赐的珍宝。三哥也会捐赠一些吧？那是自然。想必三哥府上奇珍异宝更多，毕竟三哥能花10几万两请个护卫。你想要护卫，去六扇门挑几个便成，10几万两的，找个由头送走，也不必给那么多。10几万两是我救他命的钱，我月俸才200两，我干活可多了，您可不能扣我银子。你就是那个10几万两的护卫？是暗卫，赶我走可以，但是银子可不能扣啊。父皇，此女来自江湖，不懂宫中规矩，还请父皇恕罪。君则近日遇刺，你既说你值得这家，就要贴身保护，万不可有失。我可贴身了，我睡觉都睡他旁边的。我可贴身了，我睡觉都睡他旁边的。原来他好这口，吓死了，没扣银子就好。皇子妃，等等属下。你想死？皇兄好口才，今夜这一出早算计好了吧？你不也早就算计好了？下回把事情做圆滑些，免得父皇一提彻查，就吓得你语无伦次。你不用猖狂，你那点伎俩，父皇细想之后必定能看穿。父皇圣明，不必细想就已经看穿了，但你不行。你长得不像他们。你又做什么？是亲生的吗？我有验亲的方法，要不要试试？狂徒，竟敢妄议天家血脉！就凭你刚才那一句话，本宫纵使让你付出代价，君则也无话可说。这剑太劣质，容易伤到自己，换把好的。瑶瑶，你在磨蹭什么？快走！哦。怎么？回陛下，奴才只是见到一只有点特殊的旧叉。
皇上，殿下，殿下，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后宫变天了，皇上连下书道圣旨，内务府总管革职查办，皇后娘娘失职罚封，禁足思过，宜嫔被降了卫尉，蓝昭仪成了柳香阁一公主位。啊，后宫要下雨了，那咱们这边下不下呀？殿下，后宫都闹翻天了，你好歹给点反应啊！行了，不用摆出那副面孔了，出去等着吧。内务府新任总管很快就会将亏欠我们的银钱一分不少的送来。用药水泡绣的，痕迹做的还算逼真，只是你制东西做什么？能做什么？自然是给我家那位暗卫讨债去了。总不能让我自己跟父皇说，我10几万请了个暗卫，现在没银子了吧？对了，内务府原先那个总管定了什么罪？定不了罪了，他已在狱中畏罪自灾了。什么？他虽然多次刁难克扣，但所做之事也算在规章之内，并没逾越太大，为何要畏罪自灾？殿下，蓝昭仪被内务府克扣分领，饥寒交迫，无奈去厨房偷拿了几块糕点果腹，却被嫔娘娘逮住，硬定了偷窃之罪，罚跪宫门外整整1夜。皇上赶到时，人已是奄奄一息，险些就没了。这样的大罪，即便他不自残，也是难逃一死啊！内务府新任总管求见。奴才谢三殿下提携之恩，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殿下笑纳。此物乃蓝昭仪特意吩咐奴才精心打造。昭仪娘娘说，殿下您必定会心领神会。要是赤火在就好了，锦衣卫肯定能探出些风声。你想死吗？别恶心我！你下手轻点儿，别又把网铺坏了。二哥这2日都给你做了3张网了。你哪来那么大力气？你自己去找二哥要新的，这次我绝不陪你挨训。秦公公到。秦公公突然前来，是父皇有旨吗？莫非是封王之事？殿下从未心急，是属下多嘴。快闭嘴吧！陛下找您商议，此事关乎攻防调度。记住，自己去找二哥。殿下，等等属下！南鸟，请立即救你。五哥那边怎么说？宁王殿下说会尽快为您安排几位高手入宫。南鸟，请立即救你。五哥那边怎么说？宁王殿下说会尽快为您安排几位高手入宫。好，我就不信了，五哥挑的人会比不上君泽身边那个女护卫。谢九殿下恩赏。滚吧，有消息立刻禀告我，明白吗？是，奴才告退。你要干什么？难道你还想殴打皇子吗？我能要恩赏吗？想要银子？想要？简单，学一声狗叫，这锭银子就是你的。这也太合适了。怎么样？叫啊！拿去，本宫赏你的。今日就此作罢，你快退下。你要去哪儿啊？我还没叫完呢。我今天要叫够100万升，你得给我100万两。100万两？你疯了？还不快点拦住他！别碍事！大胆，都拦住他！你竟敢！来人，有刺客刺杀皇子！谁要刺杀你？能不能等我学完100万声狗叫再杀他？我得先拿到银子。
父皇，其实接管禁军，二哥比儿臣更为合适。君此是有经纬之才，可他裘九买如何执掌宫禁？何况朕只是让你负责禁军下小小的殿旗，查探一下近日究竟是哪方人物屡屡夜闯宫闱，这你都要推却吗？庆皇将此任务交由二哥。朕看你还是这般不成器，连一个小小的殿前司都不敢接。陛下息怒，殿下绝非推诿，实在是体内幻心毒未清，怕是有心无力，耽误了大事。怎么回事？司令没给你解清毒素？父皇宽心，毒素3-5个月内自会排尽，只是这3-5个月恐怕儿臣心有余不足。司命这个混账，毒未解清就急着出去查案，朕看他真是吩咐非好好熟训斥他一顿不可。那你就回去好好休养，这些时日不必来请安了。朕的3个儿子，一个畏缩不前，一个胡作非为，一个毫无野心。你说朕这江山日后该托付给谁？陛下龙体康健，正值鼎盛，不必思虑国本。陛下，宁王军中送来捷报，称敌军已降，下月便是您的生辰，您看是否？南境近来也不太平，他的兵力足以应付，不必再放兵权了。老奴明白，不过就是没接殿前司的差事，摆这副臭脸给谁看？属下只是不明白，陛下明明是要重用您，您为何要推拒呢？你给我清醒点！府里那些写着暗号的石头还没查清，有这闲心，不如赶紧把那个吃里扒外的细作揪出来，别什么事都指望赤火。那边出什么事了？回府。啊！回殿下，是九殿下说学一声狗叫，赏1两银子，所以。真的没有了，我的私库都快被你搬空了。那不行，这些不够100。三哥，你家这个护卫胆敢！君哲，记住，只此一次。我不走，我还没赚够100万两。100万两，100万两就那么重要？重要到让你可以不要尊严，任人作践？可是得有100万两，我才能帮青羽大人重建黑羽，我也才能回去啊。追风，去，将府中所有的现银全都取来，交给这位安慰小姐。下去。今天开始，你自由了。府中现银都在这里了，共9万两银票。不用了，我在这里日子不多，不需要遣散的费用。我走了。瑶瑶，你真的对这里毫无留恋吗？留恋也没用吧，是他让我走的呀。瑶瑶，找到了落脚处，记得飞鸽传信报个平安，我得空便去看你。啊，我就在君慈皇子那儿，这么近还要飞鸽传信吗？你去二皇子那里做什么？给他当妾，他说当妾只拿银子，不干活。跟我发什么脾气？不想让他走就说呀。你刚才说什么？我可以给你当妾吗？给我？哈哈，荣幸之至。芷兰，去将我的房间收拾一下。是。瑶瑶，九弟的确是损失惨重，在想君泽。我错了吗？那就是他错了。
他也没错。世间诸事，并不是非黑即白。对了，妾要做些什么？晚上你就知道了。小心着凉。这是？不知道。芷兰，这个去查清楚。是。去哪儿？你不是想知道妾该做些什么吗？怎么了？有点想打你。不是君泽就不行吧？你在这里安心住下，我去西厢。如果有需要，叫芷兰就好。你在这里安心住下，我去西厢。如果有需要，叫芷兰就好。你还没说妾要做什么呢？真想知道。君慈殿下，秦公公前来传旨。太上化谕令，请瑶瑶姑娘速往正殿觐见。记住，不要反抗。为了君泽。不是，你不去吗？这次你先去，下次我再去。你不是喜欢瑶瑶姑娘吗？这次不去，只怕没有下次了。还没喜欢到愿意为他去面对父皇与皇爷爷的程度。你知道瑶瑶姑娘现在处境凶险吧？太上皇连夜从云海园摆驾回宫，为的就是要治瑶瑶姑娘的重罪啊！你就算是个人，也不能袖手旁观吧？我不去，你不知道，皇爷爷可吓人了。你会后悔的。出去时记得关门。既然已经露了行迹，就处理干净。要扔，就扔进湖心最深处。瑶瑶姑娘，暂且委屈了。我犯了什么罪？若姑娘蒙冤，陛下圣明，定能还你清白。为了君泽。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每月就给那么点钱，活儿倒是一桩接一桩，就是见不得我闲吧？好不容易来了个厉害的，都送上门了，还能给推出去？是他吧？得罪了九皇子，是他大祸临头啊！东西是九皇子强逼他学狗叫吗？怎么会是他大祸临头？九皇子觉得颜面扫地，这才连夜请回太上皇做主。这姑娘怕是，也忒欺负人了。仗着太上皇宠爱，就不将我们这些奴婢的安危当回事吗？就是的，明明是九皇子欺人在先，凭什么被降罪的却是咱们这些奴婢？听说还不止这些。皇爷爷，就是他，就是他打的孙儿！你还装蒜？那天你假意离开之后，又折返回来，还将我打成这番模样，现如今摆出那副嘴脸做什么？啊，我有吗？好大的狗胆！一个下贱的奴才也敢挑战天家威严！来人，
给朕拖下去，乱棍打死，不必再审。来人，给朕拖下去，乱棍打死，不必再审。皇爷爷，皇爷爷，且等一等。孙儿疑心是背后有人指使，还是细细审问一下为好。审奴才犯错，打死便是，死后斩首，头颅悬挂城门示众1个月，以下犯上，是个什么下场？我没有打他。你还敢狡辩？整个皇宫谁不知道你闯我府邸，打伤我无数侍卫？在哪儿？铁证在哪儿？本宫就是铁证。除了你，谁有那个本事伤到本宫？你觉得本宫辱了你，于是便私下潜入殴打本宫。你给我那么多银子和珍宝，我怎么会觉得你辱了我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怎可能打你？别说我不会打你，就算别人想打你，我都要拦一拦的。你平时装傻充愣，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巧言令色的，就是你做的。不是我。你说不是你，你有证明吗？可以是可以。那你便拿出来。你确定吗？有证据便拿，不必装腔作势。行吧。你想干什么？行刺吗？来人，护驾，给朕拿下他！不是要证明吗？好，本宫倒要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确实是真伤，脾胃伤而骨尽裂，是个内功高手打的。你该不会怀疑本宫这伤是假的吧？明明就是你打。反了，反了！拿下，给朕拿下这个刺客！君哲，朕的君哲，你怎么样？皇爷爷，他想杀了孙儿。我没想杀你，我只是在证明，若真的是我，你绝不会只受那点伤。造反！你这是造反！什么造反啊？是你们让我证明的。若还嫌不够，我可以再杀了他，就地正法，立刻马上！是三哥，一定是三哥指使他来杀孙儿的。皇爷爷，胡说什么？君则绝不会做这种作，是这奴婢自己无法无天，还等什么？动手！太上皇，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啊！这位姑娘，她怕是已怀有皇家血脉了。什么？什么？难怪我今日总觉得胸口被堵住，反常的很。原来我是怀了皇家血脉了吗？我有孕了，我要当娘了。是君慈的啊？是吗？回太上皇，是三皇子的。君子是他的吗？自然是了。您不是一直和君泽殿下同榻而眠的吗？原来一起睡就会怀孕的吗？皇爷爷，一个低贱婢子爬了皇子的床，定是贪图我天家富贵，用心险恶。不信您下令严刑拷打，必能审出他的歹心。可是他腹中可是朕的重孙呢。皇爷爷，他可是打了孙儿的。就算他怀有皇嗣，也只会把这个孩子当成争名夺利的工具，他根本就没把皇家放在眼里。刑部，你们还等什么？就地正法！动手！皇上驾到！皇上驾到！父王为何生如此大的气？父皇，他殴打儿臣，也不知谁给他狗胆，竟敢蔑视皇族，实则是罪该万死。你觉得是谁给他的胆子？君诺，此贱婢无法无天殴打皇子，在场众人皆可作证。朕下令杖毙他，已是开了天恩。既然正殿审决都已不需要朕知情，父王不如今后仍由您来坐镇龙椅，可好？你一个犯了死罪的贱婢而已，难道朕都做不得主了吗？皇爷爷要处置您的孙媳妇儿，至少也该问过孙儿吧。他来了，孩子的父亲，他一定会认这个孩子的吧？还知道来。
皇爷爷，难道在您心里就只有君哲没有君泽吗？你这说的什么话？只是这女子，她将你弟弟打成这样，是孙儿打的。出言侮辱儿臣的意中人，儿臣气不过，便找人教训了他。哼，三哥，就算之前暗算我的人是你，方才在这大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可是他动手打的我，难道这也能赖掉？是你让我证明的呀，我还特意问过你确不确定呢。你未经详查便公然诬陷，就算你未来的皇嫂一时气不过动手教训了你，那也是家事，何至于让你再三请皇爷爷下旨处死你的皇嫂？好得很，三哥，也就是说，你承认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是你的妻室了，对吗？父皇爷爷，儿臣依旧要告发此女的真实身份，那根本不是这么护卫。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孩子的。君哲怎么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司命还是黄老爷和醉香楼的老板娘？不可能，我已经警告过那二人了。等会儿，他刚才说什么了？保护好我们的什么玩意儿？父皇爷爷，儿臣要揭发的是他的真实身份，他是帝国细作。父皇明鉴，这些石子是司命大人奉旨查探幻心毒案时，在三哥府中隐秘处发现的。司命洞察秋毫，察觉到这些石子有异，便请求儿臣密查。现在儿臣已查明，此乃锦衣卫秘法所制的图二，水晶不化，浴火则消，专用于传递绝密讯号。请王主簿上来。前锦衣卫主簿参见陛下，参见太上皇。平身。王主簿，这石头究竟有何名堂？回太上皇，九皇子日前携此物找到老臣破译此暗语，老臣耗费数日，必将其破译。这石头上所传递的是皇宫内院的地势图，还有老臣特地调查过，说的是何时进入皇宫，还有什么？还有引诱皇子完成任务，诸如此类。太上皇若是不信，可找来全部锦衣卫验证，老臣绝无虚言。勾引皇子，这说的是谁？再明显不过了吧？看来计划是成功了。皇爷爷，父皇，人人都知道三哥念旧，所以府中皆是旧人。若是细作是旧人想传递消息，完全不必等到今日。唯有他来历不明，又武艺高强，而且还是在他入府之后，这暗语时才开始出现。请问，若不是他，还能有谁？更何况，好多宫女都说看到你经常鬼鬼祟祟蹲坐在湖边，人证我已带来，你敢对质吗？啊，太无聊了，我走神了。你说到哪儿了？问你敢不敢对质？对呗。说，你们都看见什么了？奴婢前日看见瑶瑶姑娘鬼鬼祟祟的在皇后娘娘喂鱼的锦鲤池翻煮着什么，好像把一块白色的石头换成了青色。奴婢也看到瑶瑶姑娘挖衣柜人院内的海棠，还有奴婢还看到瑶瑶姑娘在院墙上查探，可能是要与什么人会合吧。哼，莫须有的罪。是。你做这些干什么呀？皇后娘娘喂鱼的时候耳坠掉池塘里了，我想捡出来换银子。那你挖人家海棠呢？太医说海棠可以入药，是药材，我想挖了换银子。那你在墙上又是怎么回事？你以为我是如何知道海棠可以入药的？在墙上听的，我天天上去。但是石头我应该是没捡的，那个也不值钱。哈哈，还有，近日宫墙外屡有高手夜闯，这一切都在你出现之后才开始，不是太巧合了吗？你不是细作，谁是？我怎么知道谁是？是你，细作就是你。我不是啊。证据确凿，岂容你狡辩？就是你将内宫布局泄露给宫外同党，图谋不轨。我没有呀。怎么可能不是你？只有你出身江湖，又被多名宫女发现鬼鬼祟祟，你还想否认？唉，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我武功这么高，想传消息还用画石头，费劲。你，皇爷爷、父皇，你们看他还想狡辩，请立即下旨搜查君泽府，必定能搜出更多铁证。君泽，你是否被此女蒙蔽了？若你毫不知情，现在回头跟皇爷爷说，一切都来得及。皇爷爷，他方才已亲口承认这女人是他未来的妻子，怎么会不请？怕是有意包庇吧？果然，孩子爹就是靠得住。刑部凌大人，
现在已证据确凿，还不将此细作拿下？谁敢？疯了！为了个女人，你连天家颜面和自身前程都不要了？想拿人，就连我也一起拿下。君哲，我已说过了，只此一次。你沉迷女色，包庇内奸，罪证确凿，还有什么可说？哼，闹了这一出，你的最终目的还是这个，真是蠢。难道你就没发现我少了一个人吗？哦，侍卫追风求见。选。父皇，皇爷爷，这便是证人，是他最先察觉了府中这些诡异的石头。请问，若他是细作，会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吗？什么？这奴婢可是亲眼看到他把白色石头换成了青色的。啊，想起来了，鲤鱼池没有白色的石头。你是不是看错颜色了？对，是奴婢看错了，他是把青色石头换成了白色的暗玉石啊！暗岩石是青色的，没有白色的。要不你再仔细想想呢？我确实也记不清了，可能我真捡了块石头呢。九弟，你的戏演的可真足啊！构陷未来皇嫂，企图牵连兄长君哲，你可知道，你这么做会让人认为你已经急不可耐的想要争夺储位了。你血口喷人，我根本没有。这些石头分明就是……父皇，皇爷爷，自瑶瑶发现这些石头后，儿臣便暗中命追风与赤火秘密搜寻。这些石头大多散布于后宫花园的池塘边、各位娘娘殿宇的花盆下，其分布之广，几乎覆盖整个内院。绘制此图者，必已在宫中潜伏许久。然而，宫中唯有一处地方，干净的令人诧异，半颗暗玉石都未曾发现，便是你九皇子的府邸。三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图？明明是你带了个不知身份的女人回来，如今还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怎么？刚才还一口咬定瑶瑶是敌国细族，现在就变成不知身份的女人了？就算她不是敌国细族，可她来历不明，出身江湖，本就可疑。说起来历不明的女人，君哲殿下，您府中的似乎才更值得吹敲呢。蓝昭仪，没关系，我一个人也能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皇上，臣妾听闻宫中喧哗，又牵扯细作之事，心中不安，怕会冤枉旁人而纵得真凶，故特来禀告，还望皇上恕臣妾贸然治罪。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朕怎么会怪罪你呢？九皇子方才说三皇子带回了来历不明的女子，可是九皇子府中近期似乎也多了不少歌舞伎。这些歌舞伎是本宫为给父皇庆贺寿辰特地找来的，进府之前本宫都一一打探过底线了，清楚的很。那看来九皇子怕是打探的不彻底。紫霞，你来说。是，君哲府上的歌舞伎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每一批歌舞伎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喜好到处打听事的。蓝昭仪觉得奇怪，也回禀过皇后和几位妃子，可惜她人微言轻，不但不被重视，还被训斥不安分。于是蓝昭仪只能让奴婢们一直留意着。陛下，太上皇，此液正是炮制暗玉石子用，史来经此液浸泡3日，再以特制墨汁绘制，便可成就遇水不化、遇火则消的暗玉石。不可能，我府中怎么会有此物？臣妾知道今夜会生大事，便加派人手暗中留意。为什么？果然撞见这2位姑娘正欲将此盆倒入湖中，企图销毁证据，这才拿下2人，匆忙将人与物证一并带来，请皇上圣裁。是你们2个贱人，竟敢利用本宫！保护皇上，保护太上皇！放开君哲，你们想要什么，朕都答应，都答应。想要什么？
想要这暴君的命！皇上小心！君哲，我的君哲，皇爷爷，救我！留活口。那我不去了。姐姐小心！君哲，没事了，没事了，皇爷爷在。杀了他们！皇爷爷，杀了他们！什么东西？能是什么呀？毒呗。躲什么？这点毒也怕？你倒是帮忙啊！这你都打不过吗？你比赤火差那么多吗？你尽量留活口。你到底是什么人？姐姐，别管我，快走，快走，活下去，不要白白送死！贱人，枉费本宫对你们宠爱有加，竟敢欺瞒暗算！今日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本宫必将你们千刀万剐！九皇子殿下，你扔不准就别扔啊！你这禽兽不如的畜生，糟践我们多少姐妹！今日我杀不了狗皇帝，也要杀了你，为他们讨个公道！哎呀，习惯了，对不起啊。子夜，傻丫头，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非要杀他？我们姐姐，我已无颜回去了，我愧对你们，因为我舍不得这个孩子。启禀陛下，太上皇，此女没有呼吸了，她已怀有2月身孕。造孽呀，君哲，你真是造孽啊！造孽！君诺，造的孽难道不比你这畜生儿子多吗？你皇位之下断送了多少无辜者的生命？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冤魂来寻吗？你纵使堵得住天下悠悠之口，也不可能控制得了民心所向。你永远得不到我们的臣服。在你踏着罪孽坐上龙椅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永无宁日。原以为支走锦衣卫便无人能阻拦我们，没想到还是失算了。罢了，今日复仇不成是我们的命，但这笔债必将偿还。我们的怨念会吞噬你的梦境，这江山你永远都坐不安稳。看来这二人便是前夫的逆党细作。君哲年幼，也是受了蒙骗。是的，是的，父皇，皇爷爷，索儿真的不知情，索儿是被他们骗了。皇帝，
既然元凶已然伏究，此事是否就此了结？了结？想得美，早干什么去了？赤狐，他怎么伤成这样？哎呀，算了，我去吧。没事的，黄爷爷在这里。帮我也看看，我怀几个月了？好。您未见喜脉，什么意思？就是您没有怀孕。什么？你明明说……老奴只说您可能有孕，未必说一定有孕。你二人还年轻，迟早都会有喜事的。是，父皇。韩玉儿，你真的没来吗？连名字都取好了，韩玉儿，不应该姓君吗？我的孩子当然要随我的姓。罢了，没孩子也好，毕竟你我二人身份悬殊。其实我不是很在意。我是堂堂黑羽月自绝，而你只是个皇子，确实是不般配。不生气，不生气。皇上，太上皇，宫女芷兰求见。传。赤虎！皇上，我奉君泽之命调查江湖高手夜闯皇宫一事，查到了这个。为取得这份悬赏令，锦衣卫和暗影车损大半，司命大人也身负重伤。别说了，先疗伤要紧。陛下，可否请薛神医为赤火紧治？谢陛下。今晚委屈你了，改日朕定会补偿。现在朕有些家事要嘱咐君泽，你们先退下吧。是。瑶瑶姑娘，君泽近日似乎清瘦了些，你要多炖些参汤给他补补。哦，对了，他一向最爱喝鸡汤，那你给他炖呗，我可以帮你杀鸡。给我也喝点。哼，什么时候杀鸡啊？水性杨花，呸！瑶瑶姑娘，我们回去吧，二皇子还在府上等着您呢。等我做什么？自然是担心您，才会等您呀。那他怎么不在这里等？你怎么了？我好像受伤了。瑶瑶姑娘，你能送我回去吗？好吧，我送你回去。罗河宴还是失败了，可惜。我只答应把他们送到皇上面前，成功与否，要看他们自己了。只是没想到，好在锦衣卫还算忠心，真的把悬赏令带回来了。只是青羽大人，我们暗帮朝廷中人，恐怕再难在江湖榜中。放心，我自有安排。只是青羽大人，我们暗帮朝廷中人，恐怕再难在江湖榜中。放心，我自有安排。幸好有皇爷爷在此，他一定会为我求情的。父皇，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君哲构陷兄长买凶杀人，罪证确凿，已无可宽怒。即日起，革去黄带子，前往开元城，过继于你13皇叔名下，非诏不得回京。父皇，不要啊！父皇，儿臣知错了，真的知错了。你怎么罚儿臣都行，求求您别赶儿臣走，求求您了。君诺，父王，您这是要折杀儿臣吗？君诺，君哲他自幼丧母，是朕一手带大。朕知道你不喜欢他生母，是朕强迫你选妃，才有了君哲。可他终究是你的亲生骨肉啊！君哲自幼丧母，难道君泽的母妃就还在世吗？您怎能偏偏至此？就因为君哲的姑母是您？罢了，就是朕不想再提。明日一早，朕便派人送您回云海园静养。那些朝臣，朕会提醒他们少去扰您清静。朕以为你不接攻防之事是胆小怕事，原来你早有打算。此次私下派赤火单查攻防，做得很好。瑶瑶的事，朕日后必会补偿。今夜他想必也受了惊吓，你去看看吧。是吧？儿臣告退。君哲，你为何厌恶我至此？哼，你不必惺惺作态了。你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何必让我说明？他人呢？那个瑶瑶姑娘，刚才随二皇子府上的那位宫女走了，看方向似是往二皇子府去了。别怪朕没提醒你，君慈可不像你，他可是让朕抱过孙子的。儿臣告退。来得及，一定要来得及。君慈，君慈，你无耻！三殿下，您这才叫无耻吧？怎么不敲门就闯进来？无耻！对不起。哟，这不是我那无耻的三弟吗？你怎么在这儿？不然呢？你想让我在哪儿？你没对他做什么吧？差一点。你，君泽，只此一次。下次我可就不会差一点了。你放心，绝不会再有下次。你把芷兰弄哭了。我帮你哄芷兰，但是你要记得欠我一次。知道了，这就交给你了。我们先走了。你为何不动？难道还想给二哥做妾？做妾1个月才50两，傻子才干。我还是回醉香楼吧，毕竟我也受过专业的训练，知道如何取悦男人。少废话，跟我回去。回去？你不是说让我滚蛋吗？我在大殿上说你是皇子妃，你怎么不记这么清楚？泽儿已经不生气了，你可以回去继续当他的暗卫了。真的，我能回去了，你不赶我走了？本宫原谅你了。太好了，200两！去拿他的包裹了。看来我也要常去青楼逛逛，说不定也能捡个暗卫回来。你也得愿意出门啊。行了，快带人回去吧，路上小心点，记得欠我一次。人已走远了，你不必再演了。谁演了？我是真的心疼。
瑶瑶姑娘跟着三皇子那个草包，简直暴殄天物。哦，你是觉得他跟着我比较好吗？你何时对我这么有信心了？跟着你更浪费，但跟着我就不一样了。以他的武功配上我的智谋，我们二人联手，定能叱咤风云，早晚会坐上武林盟主之位。你说的没错，他确实精通毒理，而且并非是有意去探究，更像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洞察。能从这些毒粉中精准察觉到可食用的那一种，他对毒可不只是了解那么简单。他配药时看清了吗？是苗疆的方子。苗疆女子常以参石骨炼毒，为去除疤痕，所以研发了这种秘药。这么说，他是苗疆后人？不像。今夜正殿上我见过他的身手，迅疾如电，刁钻狠辣，每一招一式都干净利落，善用短兵暗器，看着像是唐门的人。可是什么？可是他的内力很怪，那绝不是寻常苦修可以练成的，像是凭借药力催成的。心智制度，也像是药物的复用。芷兰，如今这江湖之上，还有哪些门派是以人炼药的？心智制度，也像是药物的复用。如今这江湖之上，还有哪些门派是以人炼药的？苗疆最为寻常，但大多是女子自愿以身融骨，以求人骨合一的境界。唐门早年也以人炼药，但近年来渐归正统，已经很少听闻药人的事了。再有便是千毒门，他们最是阴狠，专掳童男童女以示百毒。只是千毒门早在10数年前便已被武林正道联手围剿，彻底覆灭了。精通毒理，体内还有抗毒性，善用暗器，近身可搏杀，剑术也超绝，能将这些特质集于一身，可不多。黑羽，不可能！黑羽若有这种高手，连暗影组织都未曾听闻。况且，从来只有终结之人才能离开黑羽。那赤火所言，他是空文大师的关门弟子。空文大师没徒弟，他收也不会收女徒弟的。赤火那纯属胡说。君则还真是捡了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我推测，他最可能的来历，便是千毒门幸存下来的药人。千毒门被彻底覆灭的时候，他侥幸逃脱，被他人所救，授予武艺。如此数来，他怪异的内力和不全的心智也说得过去。只是会损寿命，对吗？瑶瑶姑娘定是受了极大的磨难，只怕寿数难全。对了，这假的没派上用场，赤火将真的带回来了，据说是和暗影组织一起硬闯了江湖榜才夺下的。什么？锦衣卫和暗影组织联手去闯江湖榜，非但成功了，还活着回来了？也不能算活吧，生命体征即将消散了。如果不是我那颗定心丹，他怕是进不了正殿。但是之后能不能恢复，就要看他的造化了。你还有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去睡了。九弟是如何处置的？如你所料，发配开元城。不过你下手也未免太狠了些。至于把他打成那样吧，我不是你下的手。怎么可能是我？我只是轻功高，武功可能还不如你，哪有那本事？至于把他打成那样吧，我不是你下的手。怎么可能是我？我只是轻功高，武功可能还不如你，哪有那本事？去查查，看看九弟府上今日什么情况。你倒是睡足了，我可是接连数夜没怎么合眼了，还把自己肩膀弄伤了。你但凡有点良心，也说不出这么无耻的话来。要查你自己查去，我要睡了。药人吗？还有一种情况能拥有如此高深的内力，芷兰似乎忘了。那个，殿下，你不会扣我银子吧？你还叫我殿下？啊，你全要啊！我也没犯那么大的错吧？这是父皇的意思，大概是要尽快为我们赐婚，你也该准备。我不能当皇子妃。我知道你在大殿上那样说只是权宜之计，你就算让我当皇子妃，也是碍于形势，不得不那样说。但是二皇子不一样，他是真心想让我做妾。这是谁跟你说的？芷兰，他还说当皇子妃也没多少银子，还得学习各种礼仪规矩，也不能随意进出，更不能打打杀杀，还不如给二皇子当妾。虽然银子少，但是规矩也少，而且我还要重建黑羽呢。但是等我存够银子，给青羽大人重建黑羽，回归月子诀之后，我就再回来给你当暗卫。
你还想回来？再说了，也不耽误我接悬赏令。到时候我在外面执行完悬赏任务，再回你府里清理目标，两边都不耽误。你不要把解决目标说的像吃饭那么简单。终结目标，不就像吃饭一样简单吗？如果我说我不想你继续执行任务呢？啊？那要是有人要伤我呢？那个算正当防卫。那有人要害你呢？这个算你职责所在。那我这不是都能反击吗？你有不想让我做的事，可以写在这册子上。青羽大人就给了我一本。不对，是3本，前2本都写满了。这个字是你写的？青羽大人教的。他还教过你什么？琴、棋、书、画。你还会琴？来，跟我来。他还教过你什么？琴、棋、书、画。你还会琴？来，跟我来。来吧。那你离远些。好琴，这弦我要了。不飞的琴啊！你该休息了，这里有我守着，别等到赤火醒了，你却倒下了，本宫还得再为你操一次心。薛神医说，若不是他受创后仍日夜虔诚竭力赶回宫中报信，伤势绝不至于恶化至此。殿下，若您当日当真为那恶徒求情，属下绝不会再追随您了。我若真那样做，第一个无法原谅的是我自己。薛神医，赤火情况如何？薛神医，赤火情况如何？命悬一线。他能撑着这口气回到宫中，还能在大殿上说话，已经是意志惊人，堪称奇迹了。这是什么意思？您是神医，一定有办法救他的，对不对？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原本嘛，他的确是生命体征即将彻底消散。万幸，你们及时给他服下了定心丹，此丹神效，强行护住了他最后一缕心脉，这才争得了一线时机。想必是追风拿出了珍贵的保命丹药，这份对兄弟的情谊令我动容啊！定心丹何等珍贵，殿下竟毫不犹豫地用来救助自己的下属，能追随这样的主子，我死而无憾。司命去寇，昏迷了还胡思乱想，看来是老夫的针法力度不够。做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检查伤势，他伤的确实很重，这些外伤已经透入脏腑，一颗定心丹不够，你再拿2颗出来。追风，你那里还有吗？再取2颗给赤悔用着。殿下，那定心丹难道不是您赐下的吗？我连定心丹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对了，芷兰有，我见过他房中有调配定心丹的药粉。芷兰，我真的非去不可吗？他们肯定不会发现的，我们就说是你叫我去打探消息，恰巧遇见赤火重创，顺手扶了他一把，合情合理。
他们肯定不会发现的。我们就说是你叫我去打探消息，恰巧遇见赤火重创，顺手扶了他一把，合情合理。可你给他喂了定心丹呀，与其等人家上门质问，不如你主动去说，至少掌控权还会在你的手里。就不能不说吗？再见。你真是碍事啊！瑶瑶姑娘，你这成何体统啊！男女授不亲，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能就这么抓我的手腕一路回来？芷兰能抓，君慈皇子能抓，殿下也能抓，怎么就你抓不得？什么？殿下，当务之急是赤火的伤，我们是不是该去二皇子府上再求几颗定心丸？如果那小宫女不承认，我们岂不是连这唯一的机会都没了？更何况，我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那定心丹定是芷兰的，或许是赤火自己备下的，也未可知。瑶瑶姑娘说过，芷兰有药粉啊。是有，但炼制定心丹不但要有那些药粉，还要特制的丹炉。更重要的是，炼制者需要有深厚的内力催动火候，炼制1颗，少说也要2年。芷兰不会武功，她练不了。你确定他不会武？内力修为藏不住的，即便你武功再差，也能感觉到吧？他为了搀扶赤火上殿，自己都伤了肩膀，怎么会是习武之人？确实是，但是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去休息，少胡思乱想。赤火那边，薛神医既然说了暂且无碍，那就是暂时无碍。而且父皇也赏了宫中最上等的药材，未必就比定心丹差。但是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去休息，少胡思乱想。而且父皇也赏了宫中最上等的药材，未必就比定心丹差。皇上赏的那些药材，比定心丹差远了。定心丹真如此神奇？就算没有定心丹，还有薛神医。心脉快断了，薛神医再好，也只能暂掉性命。我曾伤过心脉，知道有多严重。青羽大人找医仙也束手无策，最后是黑羽清朝出动抢了定心丹，我才活下来。你也曾伤到那种地步？小时候掉进狼窝，解决了10几头野狼后，我又误闯熊洞被拍飞，震断了核心能量通道。幸好飞出去前，我也制服了那猛熊。总之，芷兰拿不出第2颗，如果有，她不会吝啬。想那么多也没用。明天一早，我们去拜访二哥。无论如何，我也要求来定心丹救赤火。你也去休息吧，养足精神。明日一早我们就去。哎，没事。你不睡吗？啊，我长剑攻击范围大约10步，暗器可以用桌椅格挡，毒烟最麻烦，要不干脆捂着口鼻睡算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怎么才能有小孩呀？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怎么你们都是这个样子？你就这么想要我们的孩子？当然不想要了，就是因为不想要，才得弄明白以后好避开啊！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大可放心，即便你愿意，本宫还不愿意。啊？你不愿意就可以吗？那你可千万别愿意啊！梁上有人！我轻功不行，追不上。
进宫不行，你倒是走门啊！